美中的竞逐哦，还是全球大家最关心的焦点。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可以生产这个曝光机了吗？因为大家知道美国要卡中国大陆脖子嘛，就是像艾斯摩尔这些大厂都不让他把相关的技术跟这些曝光机进到中国大陆去，那中国大陆就自己生产。现在有一个消息是说，有一个神秘的黑马。中国大陆有一个国营企业非常神秘，叫上海爱辰纳电子科技集团，非常低调，也没有官方的网站，也没有公开营运的资讯。可是他在做这个 DUV， 也就是曝光机的生产，而且说是已经可以成功生产多重曝光，可达7奈米了哦。这是一个所谓的这个新的一个新闻。那这个报道里头有特别讲，将有望部分替代目前由艾斯摩尔主导的进口设备，那就看看它未来有没有办法量产，良率如何哦。这个曝光机的量产，艾斯摩尔护城河遭到市场的重新定价哦。市场上像这个 Inside 像这样子的网站，这样的新闻媒体也都在讨论哦。这是北京推动晶片供应链自主化，绕开西方技术封锁的一次关键跳跃。如果成功的话，就是一个大跃进，也让市场开始重新为艾斯摩尔护城河定价哦，所以你看到进跟和哦，这个是展现在方方面面。那另外，中国大陆的 AI 哦，大家知道它的科技的发展其实还是很厉害的，尽管美国不断的在防范，它现在新增哦，就美国要扩大制裁，因为怕它冲太快，所以新增机器人与联网逆变器哦，这2项。我纳入限制，这是美国新的一个手段。那中国大陆的商务部有说啊，他们的人工智能的发展还是很厉害，还是一日千里。像是相关的产品呢，已经越卖越多了，包括什么？包括工业机器人哦，在工厂里的那些机器人手臂，以及3D 列印机这些人工智能的相关产品出口非常厉害，增加18.6%，以及109.3%哈，很多国家都来买。那另外，中国大陆被限制的还有科技脑袋，像是一些大的这些名牌大学哈，也被美国扩大科研管制。有名的交大、上海交大、复旦都入列。那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当然说，这个是无端的抹黑，你美国要立刻给我停止哦。所以这个要不要停止，要不要卡脖子，恐怕这2个人说了算哦。我们知道9月底川习要再会，在这个前夕啊，北京出手了，他说：“你美国给我的关税啊，我定出上限，如果你超过这个上限啊。”我们可能很多合作就没有了，并且他警告不要再对中国的 AI 企业出手，这是北京现在画出的红线，那就看美国要怎么接招了。另外，美国还抽查越南、中国大陆的这个陆资，中国大陆出资的这些工厂。怕它洗产地呀，所以现在引爆新的关税压力，因为担心白宫可能找到这样的理由，然后对越南加征更多的关税。另外还有墨西哥它的态度转变了吗？美国说要求莫根进对中国大陆的钢跟铝加征关税所以每一天这个世界在商业上面都有很多的变化。来，请教彬哥怎么看？这个中国大陆这个 DUV 其实。1-2年以前就已经说他们已经做好，那这几年一直有风声说他要商转，那现在看起来好像真的要开始动。那问题是他动了之后，他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他所宣称的能耐？那这个成本到底要做多高？它良率又有多高？这些都是问题。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等它正式上线生产之后，你看有多少就是。不管是晶片啊，或者其他这些东西啊，是由它做出来的。比如说华为会不会因为这样增加产量，或是因为它从此大量生产它自己的相关的晶片，我们就可以知道它大概到哪一个程度。实际上，过去华为推出了几款晶片，外国都有人把它拆解开来，就把它比拟去测试它的效能，看看它到底追上了现在的什么样一个阶段。那目前是认为中国大陆跟西方最先进的晶片还是有。一段差距，还有好几年的差距，那能不能追上，就看中国大陆的追赶速度。那当然，这个对 ASML 来讲绝对不是好消息，因为如果中国大陆自己的 DUV 能够上线，那以中国大陆的速度，只要这个东西真的能成，很快就会
不断的繁殖，那中国大陆很快，很惊人，对，很快就根本不需要 ASML 的东西了。对，那当然，另外还有 EUV， 中国大陆还没攻克。对，但中国大陆这边的说法是说，他们 EUV 可能是要走另外一条路，他可能不走 EUV 这条路，所以就要看他们到底怎么样去追赶。那当然，对美国来讲，他是非常戒慎恐惧的，所以他一直不断的在找所有中国大陆有可能追上他的节点。我就只要被我找到一个关键，你这一点可能追上我，我就想办法进行制裁，就进行打压。然后比如说从哪一个科研的合作啊，或是教学的环境啊，是有可能让你培养出人才来，我也先把你压制住，不让你来。所以我好几年以前我就讲过了，其实中国大陆未来恐怕你要想的是，除了这种文史哲这一类的学生，大概理科学生你很难再去美国。美国会越来越加强对中国大陆的限制，因为他怕你追上他嘛。那实际上，美国现在也不只是单对中国大陆学生限制，他也开始限制欧洲跟印度啊这些学生，因为什么？他也怕他的领先地位会被追上。因为我就讲一句实在话，美国自己本土的学生这几年的表现真的不是那么强，所以也让他们感到非常忧心了。那当然，现在川普又祭出他的关税，我们台湾也在这个名单里头。那中国大陆当然就要考虑啦，你之前川习会的时候，你跟我有承诺啊，那如果你现在又来这些东西，违背了川习会的承诺，那我们大概就要进行报复啊。所以他也就提醒川普，我们当初的大家约好的是什么？你就不要给我打破我们之间的承诺。可是川普到底会怎么做？老实讲，真的很难判断，因为他经常会不按牌理出牌。那可是以现在来说，9月24号，川普显然非常希望习近平到华盛顿去，所以我觉得川普可能会出一招，就是我可能还是会对中国大陆征很高的税，可是我都等川习会之后再说，就是慢慢等结束之后，对，结束之后再说。其实川普经常用这一招啊，他先答应你，然后把它弄一个很盛大的东西，让他取得一些红利之后，然后再想办法，再从另外一个地方绕弯子再给你一拳。他已经干了很多次这样的事，所以我觉得川普还是有可能会这样做。那导致我觉得现在美国的整个布局，感觉上其实美国是承认中国大陆的挑战地位，他认为中国大陆的实力是非常坚强的，那他们也不可能在所有的方向去打压中国大陆。我想美国自己已经知道，经过这2年的交手，他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能耐在哪里。所以我个人认为，中美之间未来的冲突当然还是不会停。可是应该会呈现一个这是稳定的缓和状态，我认为这是比较可能发生的情形。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来请教将军，怎么看中国大陆对 DUV 它的一个研发？其实我们在这个上个月，我们得到一些讯息哈，譬如说是中国大陆啊，因为被美国卡脖子嘛，于是说从源头开始，你 EUV、DUV 啊，这个艾斯摩尔对它卡脖子啊，不只是说不让这个艾斯摩尔卖 EUV 啊给中国大陆，甚至于连之前卖的机器维修或者是什么都给它卡脖子，所以中国被逼得自己要想办法啊突围哈。那这次来讲，我认为 DUV 啊这次产生确实是应该是有的事情，因为我们在上个月听到说是中国大陆啊为了突破这个封锁，他用了竭尽各种诸般的手段，譬如说是他将一家 EUV 逆向工程拆开来做研究这是新闻有报道过了。另外来讲，中国大陆也聘请了很多原来艾斯摩尔退休的工程师回去协助他们，所以我认为这次 DUV 这个如果说产生出来，应该是不是很意外，应该是这个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情。但是对艾斯摩尔来讲的话，他尔后啊会不会就不再有话语权？现在听说艾斯摩尔准备对中国这家公司来提告因为你侵犯我的智慧财产权。可是我觉得这个法律程序走起来会很长很久了。那中国大陆会不会理这件事情？因为我为了要生存，我为了要活下去，我一定会想办法来做突破。其实中国不只是在这个代工的这种 DUV 或 EUV 它能够生产出来，我们看到华为在这个晶片设计方面也有很多的创新。譬如说之前大家都知道，他用涛定律取代了所谓摩尔定律也就是说用时间缩微代替几何缩微。那最新这个华为的这种
总经理他讲，他们新出来的这种新的手机用的麒麟晶片来讲的话，它就是用超定律设计出来的。那它的里面晶片的密度已经可以比照台积电的3奈米大概是效能大概是概略概等所以它如果说在设计端可以做到这样，在生产端它也可以自己有 DUV。那这是 DUV， 我听说他们的这种做出来的这种等级来讲，虽然说是28奈米的机器，但是它因为可以用重复曝光可以做到7奈米的等级。所以中国在这方方面面，那尤其是说在最后来讲应用端，我们看到中国在 AI 的这种不管是 DeepSeek 或者是最新出来的这种Kimi K3这些开源的模型也都让人家非常的惊艳啦。那美国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这种科技方面从这个等于说方方面面它都突破。因此，如果美国还想在科技方面卡中国脖子的话，我觉得可能很难了。这也是被美国卡脖子逼出来的，越来越难卡了。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川普跟习近平9月会再见面，不过这2个国家的科技竞争进行中。来，请教老师。我觉得我不晓得大陆 DUV 到底进展如何，但他今天放出这个消息会不会让美国或者荷兰他们觉得说不用再制裁，他马上就有了，我们还是先卖给他赚个钱，赚个钱好了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是其实它需要量很大，现在这个 DUV 他们能够做的，按照这个数字来讲是不符合需求的，但是美国人会去想或者荷兰也会去想，说你现在再继续制裁，等他有了我们都没有了，我们还不如现在能够赚一笔就赚一笔。那至于川普这个关税，他自己讲过说，关税是他字典里头最漂亮的一个英文单字，他没事就要重来好像要从头，我们英文叫 revisit 重新去看他一下。好久没想到你了，我又想你了你要不要出来玩一玩那我觉得川普这个反复无常已经变成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所以你就忍一忍就过去了。川普就像一个陀螺一直在转，你就等他停下来再跟他谈，因为他一下子会有一个想法，所以他如果今天跟习近平要见面，他也知道分寸，他丢出东西，到时候他自己会收回那就是最主要，他丢出来就是他要让大陆知道我手上的工具很多，可是如果今天要去限制大陆这些科技的人才到美国去进修或读书的话，对不起，美国自己先垮掉就美国的高等教育的所有的科研几乎都是亚洲人在做，物理的、化学的你去看那个实验室里头，大概不是印度人就是中国人就是韩国人所以如果你今天要限制，他甚至还想限制欧洲人。很不幸的，日本昨天发生了强震，7.1的强震造成13个人死亡，多人失踪。那当然这是悲剧透过画面来看看这场地震有多么的可怕，包括熊本对岸的梅山大规模的山体崩塌，那熊本的永旺梦乐城也发生了猛烈的爆炸，这个爆炸甚至带走了人命造成了人命的牺牲，真的是一场悲剧那另外，对于很多考古的人来说，很心疼的是熊本的古城也倒塌了所以当然这是对于人类来说很糟糕的天灾。那预防相关的后续的一些包括重建以及医疗，那当然是要大家注意那国际间也有很多人致上了一些哀悼，以及这个觉得很悲伤。那有一些机车骑士，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机车骑士被晃到喷飞这个都是各个地传出来的画面很多透过一些监视器，有一些是透过行车记录器看到这样子大自然给人类造成的伤害。那我们跟日本可以说，台湾跟日本不管是民间或是官方都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你看到赖清德总统第一时间就说，我们随时做好准备，提供协助了。包括各种的特种部队，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们立刻提供。祝愿当地的民众平安无恙。他用日文、用中文各发了一次那外交部第一时间也做了慰问，驻日代表也说当地的灾情很糟刚刚你也看到了画面，有民众疑似在第一时间被活埋。那当然很多日本这个台湾人到日本旅游的
甚至很多亲人都在日本所以当然第一时间就做了很多紧密的联系。可是我们看到也有一些人他就讲，就是日本是不是其实我们对他很热情，可是他们并没有尊重我们，包括海权的事情、经济海域的划分像是这些方方面面在网络上面都有讨论。不过国际真的很现实，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幕，从 AIT 其实也公布了，就是我们的台湾的海巡舰跟美国的包括这个海巡相关的一些船舰是并肩在这个我们看到在海上，像是这张照片 AIT 是第一次公布，是美国的海岸防卫队跟我们台湾的海巡署并肩航行，共同执行演练等任务的照片。这当然有一个很重大的宣示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味这是4000吨级的嘉义巡防舰跟美国海岸防卫队的传奇级巡逻舰米吉特号并航的照片。那我们看到像这样子的照片出现在媒体上面，可是这个美国的《中国简报》却说，北京为锁台已经做好了准备像是这样子的一些智库的报道，最近我们看到很多，解放军也不断的在秀他的肌肉，因为8月1号是解放军的建军节，所以有很多的图片，有很多的影片被释放出来，包括您看到最近海陆空解放军的海陆空的这个影片叫做制胜它是一个预告片。那其中它展示了多款对台湾的作战的一些武器，包括全球首艘配备电磁弹射的076型2栖攻击舰，它叫四川舰，它是第一次公布了这个实弹的射击的画面，因为它是针对我们台湾的，所以我们当然也是非常的警觉非常的警惕。那讲到南海，我们看到最近南海有很多的争端，包括菲律宾，包括我们看到跟中国大陆所以美国他出手了，他派了华盛顿号进军南海，那透过了美国、菲律宾跟日本一起来联合巡航，目的当然是吓阻中国大陆所以你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在南海出现，中国大陆的人民日报就直接说，南海不是游猎园，你要在这里猎杀什么吗？他驳斥也呵斥说，你这些域外，你这些外人，你不要插手。那他的目的性很明确这个域外人士讲的就是美国。来请教彬哥，这次日本这个大震，当然其实看起来规模蛮大的，那也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损失越小越好，而且他那个商场其实是摇了之后，很多人闻到瓦斯味，后来才出现爆炸。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注意，地震是容易附带这些其他的灾难，所以我们也要有所警惕。那你说赖清德总统他第一时间就发出慰问，而且表示我们的这些救难团队都准备好了。我觉得作为一个邻居来讲，这当然无可厚非，我觉得这是应该的，大家互相帮助。可是问题是，那我们台湾自己内部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为什么都没有看到赖清德第一时间讲话？你经常都要拖到好几天呢。我们都知道这次这毒油事件，赖清德拖了6天才第一次发言，是怎样？是台湾人命比较贱不重要，日本大哥哥的命比较珍贵，我们随时随地 stand by 为了日本人效命，是这个意思吗？那你说日本是台湾患难与共的真朋友，人家根本不承认你这个国家他有把你当真朋友吗？我们倒是热脸喜欢贴人家冷屁股可是日本民间跟台湾人绝对友好，可是日本政府从来没有承认台湾是个国家，没有承认他们早就跟中华民国断交了，他不承认中华民国是个国家，所以不要老是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人家没有把你当朋友看，所以我就不知道赖清德到底是什么心态。他如果是个精神上认为自己根本就是日本人，那你可以赶快去日本生活没有关系，但是不要老是拿着台湾人的资源去帮你的日本老板办事，可以吗？然后美国这次 AIT 特意公布这个照片，这当然是这个态势摆得非常明白，就是在宣示他跟台湾的海巡一起在巡航。但问题来了，其实台湾的状况跟菲律宾基本上是一样的。你看菲律宾这边，美国派航母去了，厉害了吧？那台湾这边他也派了他的这个海岸防卫队来了，这个巡逻舰来了。这巡逻舰不小，4600吨级的，传奇级的。但是问题是，一艘够干嘛？中国大陆是每天都有船在我们的东部海域、西部海域、南部海域不断的在巡航，有的时候是海警船，有的时候是军舰。
每天都有。那美国就派1艘吗？可不可以多派几艘来？你传奇级至少做了10艘，要不要弄个5艘来？要不然就是你的航母战斗群，要不要来台湾海峡来巡视一下？给我们比较强力的资源呢、对不对？台湾距离中国大陆比较近啊，菲律宾距离中国大陆本土比较远啊。结果你派航母去南海，不来台湾海峡，那干嘛？其实美国也不过就是摆摆姿态而已。他当然也知道1艘海警船能干嘛，什么也不能干。这个传奇级，它武装配备如果以这个海巡的舰艇来说，它算不错，因为它有57快炮，而且它还有点防空能力，基本的啦，就是方阵快炮这种点防空能力。可是这个在真正海上如果发生冲突的话，它能够帮台湾什么？美国有办法在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迅速赶到现场吗？他能够做这件事，他愿意做这件事吗？这些都是问题啊。菲律宾南海这边也是一样啊，南海这冲突已经不是1天2天了，已经发生好几年了。我们光在节目上已经讲过不知道几十次。可是呢，每一次的冲突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菲律宾吃亏挂彩，船被人家打坏，士兵被人家打伤，然后呢，美国的航母战斗群躲在很远的后面看。这一次华盛顿航母战斗群来了之后呢，说哇，你看日菲美3国威力巡航，好，巡航完走了，拍拍屁股走了。然后呢，老共在那边有退缩，他没有退缩，他持续在那边呢。实际上，菲律宾碰瓷了这么多年来，唯一的成就是什么？就是让中国解放军，让中国大陆的这一些海岸的基地建设，在南海大幅扩张，反而让他在南海控制得更严密。这就是美国跟菲律宾造成的结果。那现在你在台海也要复制这一招吗？因为你的船来了，然后让老共以后对整个台湾的东部海域，我们的台湾海峡巡视的更严密，派更多的船来吗？光是用宣示的不够了，美国必须要拿出实力来，台湾人才能够相信。将军，今天早上的这种报纸的头版新闻就是 AIT 发布的这张照片哈，代表后面的含义很大。我们都知道哈，台湾本身就是一个孤岛，如果大陆对台湾有很多手段，除了说是在正规的这种武力攻台之前，它有很多的灰色作战的空间哈。譬如说，它可以采取隔离战术。什么叫隔离战术呢？就是它宣称台湾是它的一个省哈。那你们所有外国的船只要进入台湾之前，要向他报备，经过他同意之后，船只才可以进来。如果没有向他报备，他的海警船就可以借口我要登船临检，我要检查你这条船上面有没有带着军火，有没有走私人员，有没有毒品等等这些物资。所以解放军中国大陆它可以借着海警来操作这些事情，然后让台湾实质上面成为实质上面被隔离的一个孤岛。那当然在灰色地带作战，以我们台湾现在的海警船如果要跟中国大陆的这种我们海巡船跟中国大陆海警船要对抗来讲的话，不管是船只的吨位数量，或者是船只的数量来讲的话，都远远跟大陆差一个大截。虽然说我们经常在那边讲说我们用喊话驱离可是我们都知道那个东西根本就不可能。你300吨，我们像金门那边每次300吨的一个小艇，你怎么去驱离3000多吨的这个海警船？更何况大陆很多的海警船，它是军舰改装的，它是054或者是052这类军舰改装的，它上面还配备了舰炮。所以以我们台湾海巡力量来讲，单独要对抗大陆的海警，事实上是有困难。所以说，美国这个 AIT 发布这是美国 AIT 主动发布的这张照片，代表说是在灰色地带作战。如果解放军要对台湾实施隔离作战来讲的话，美国会以他的海岸巡防队配合台湾的海警来支援台湾的海巡不是我就讲说海巡海岸巡防队来支援我们台湾海巡，来跟中国海警对抗。但是我第一个提的问题是说，你这个相片在哪里拍的？对，如果说你今天在台湾海峡拍的，我佩服你美国你有这种胆识，确实做到。如果在台湾的东侧海域，最近这2天台湾东侧海域，这个我们都知道，大陆的科考船在这边实施科考，然后日本的这种海警船海岸保安厅的船。想要拦检，但是被中国海警驱离了那如果说在这边，或许也还代表说你美国的含义。但如果这张照片是之前在帛琉拍的，你这时候摆出来，
又代表什么意义呢？所以看不出来，没有办法辨识，没有办法辨识嘛。你这个没有经纬度，对，所以其实你地点很重要，你地点代表你的含义。如果说今天是在巴士海峡干嘛，或许你代表你这个协助台湾的决心。可是如果说你只是以前我知道之前我们台湾的海巡曾经在帛琉跟美国的海岸巡防队做过类似配合的一些演练，譬如说是海上的救难海上的联合查缉这个反走私等等，有做过这种演练。那会不会是当时一张这既有的相片，你今天 AIT 把它发布出来？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意义不大。可是我觉得说是你这种动作，我个人研判大陆来讲，会不会说是你 AIT 放这张照片之后，他就后续来讲，他会这个轻轻放过？会不会在明天我觉得大陆会不会有更严厉的动作或者言辞出来？轻的话，可能他的国台办或者外交部会出来讲话；严重的话，他会不会在我们台湾这边有任何的一个海警的一些比较大的动作可能会出现？所以我觉得我们我们海委会也管碧玲也不要高兴得太早，或许我们看看明后天大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请教严老师。我看到我们熊本这个地震的时候，当然大家在台湾也会想到，除了这个对日本的当地的居民造成的伤害之外，大家一定会想到台积电嘛，但是呢，如果今天台积电确实这个厂房是经得起这个考验，那我觉得真的没话讲。那台湾的这个晶片的技术，不只是这个在生产方面或者研发方面，甚至在整场这个就是说建造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值得其他先进的国家来看一下的但也暴露出一点，就熊本以前也发生过很强的地震，那为什么这一次台积电后来还是决定在熊本？那当然你可以经得起考验，但是如果看到台积电日前在这个Phoenix 在美国的这个亚利桑那州继续扩张它的投资，那我觉得可能对台积电来讲不是对台湾对台积电来讲，分散更多在市场比较接近的地方，对它还是有好处。虽然日本的文化可能更接近台湾的，对台积电是比较容易这个地方，但是我看了对这个亚利桑那那边，现在好像已经快要追到台湾的，还没有到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讲说这个生产的能力但是基本上已经有7、8成了，算是不错了，因为完全不同的文化。那另外就是有关这个海域的方面我觉得你今天跟美国合作，刚才我前面这个将军也提到，他没有经纬度，不知道在哪里，然后这个是一个海巡方面的合作，而不是海军的一个合作所以虽然说是有一些象征性，但是呢，基本上就是气毒啦这个就或者走私啦的问题，甚至还有可能有一些不晓得反恐训练，但不是正规的作战的训练共同的训练。那对台湾来讲，我觉得就是像 Bonnie Glaser 讲的，好像很重要。心理上面，我觉得就是台湾需要一个安慰剂嘛就看到这个照片好像觉得美国有所承诺，但是对不起，这个我认为搞不好是美国的建制派放上去的，就是国务院这个建制派他们放上去，最后决定在台海要不要介入，还是川普一个人。对，那我们也不知道川普在想什么东西，所以你不能以这个就觉得说台湾可以安心了，因为川普马上又要见习近平，又不知道他们会讲出什么东西，对不对？所以这种合作，我觉得美国也不是只有跟台湾做嘛，也跟其他的国家一起来做反毒的反走私的这些，我相信对，特别在中南美洲，美国也会继续做这样的事情，因为这个对美国的本土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是有帮助的。那我们不要只是变成配合美国做一些美国国家利益的东西，然后我们自己以为对自己有很多大的帮助，不要太陶醉了。是这个到底是表面的还是实质的？我们可能要想一想。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们来看看赖总统，他念兹在兹的就是无人机产业，所以现在还办了一个叫做总统杯无人机的竞赛。
首要的目标就是你不能用红色供应链的系统零件，就是 Made in China 这些通通都不能碰。那也邀请产官学研各界对无人机有兴趣的朋友来参加这个比赛。对于无人机那当然它很重要，可是要往哪个方向走，其实在朝野有相当多的讨论。为什么要有无人机？除了一些民生的用法之外，很多是要拿来防卫的那在汉光演习，我们知道8月会登场，就会模拟中国侵台，并且测试转移武器生产线。观众朋友已经在演习转移武器生产线了国防部是这样讲，他说他要测试啊，如果真的发生战争，阿共真的打过来，我们要把我们的武器生产线安全的转移要测试民间工厂快速作为这个设施啊，把它由民转军这个用途怎么样赶快衔接起来，还有包括方方面面像这样子的演习，观众朋友有些人是担心有些人其实可能也没有注意，可是大家知道吗？海龙蛙兵过去像这个穿着红短裤的海龙蛙兵现在要移防到澎湖，这是国军规划的过去是驻守金门跟马祖的海龙蛙兵，现在主力要移到澎湖，可是金门有训练中心有保留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不过新组建的滨海作战指挥部，大家知道7月1号成立，它的任务呢延伸到本岛西部的红色沙滩，可是这个还是没有脱离滩岸反登陆的旧思维。专家就讲说，你只光顾着这个西岸可能有一些威胁，可是东岸呢？东岸的防御好像就空了，而且现代战争已经迈入无人化时代，像赖总统讲的无人机啊，未来可能也有无人艇啊，这个到底要怎么守？到底要怎么防呢？还有陆委会现在形同虚设啦，因为两岸的交流现在几乎到了冰点，可是陆委会还是要考察出国考察去越南民众党团就说，你这个陆委会的副主委啊，他其实讲了好几个机关，其中也包括陆委会。你出去这个预算去考察，到底是真考察还是假考察？到底是考察兼观光，还是假考察真观光呢？其中他们点出来陆委会的副主委沈友忠到越南4天，可是报告只有3页。那徐家清他是侨委会的委员长嘛，出国26天，考察报告只有5天。我不知道你是考察上面挖哥啊，所以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指控。我们看到徐家清爆气，昨天在立法院，好生气啊，气。他说：“难道我要脱光给阿共看吗？”他的意思是说，这个细节不能讲啊，机密啊，我们所有细节行程怎么可以放上面？这个如果细节列出来，你这些委员要求我列出来，你是要给敌国吗？你要给阿共吗？完全不做功课，所以他反呛，而且他呛得超级凶的。那陆委会的主委是这样讲啊，他说这是天大的冤枉，怎么可能？其实我们的报告有33页啦，超过1万多字呢，只是你看到的是一个摘要而已，那是简版。可是呢，包括沈正南沈医师，他就说我看完2个人这2个人，我刚刚讲徐家清跟沈友忠的考察报告之后，就说这就是台湾的政务官的水准。其中在陆委会的业务去越南，很多人就想说，陆委会不就是大陆委员会吗？去越南要干嘛？为了要扯上关系，他上面报告就有说加强台越中智库交流。所以好像是有点硬扯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味。我们讲到两岸的交流，小熊猫双城论坛的产物，现在呢，陆委会急喊卡，他说这个有统战的嫌疑针对台北、上海小熊猫的小猫熊的交流，有消息指出，原先上海方将派出台办的主任出席活动，可是陆委会会以有统战的疑虑回绝的。那对岸包括国台办发言人也很生气，他说你阻止上海派员赴小熊猫见面会，这是以武谋独。来请教彬哥。好讲，我们要发展无人机当然是必要的，所以有举办相关活动比赛，我觉得都是 OK。但是我们真的有像总统所形容的这么强大吗？最近立法院在炒无人机的预算，民进党就开始讲说，蓝白为什么要去这个阻挡，就是因为他们要把我们的护国神山移走，要挡掉我们下一座护国神山。你确定无人机产业真的是台湾下一个护国神山吗？我真的觉得民党就是故意夸大其词
台湾的无人机产业现在在全世界的地位，我们连一流的车都没跟上，二流算不算我都不知道。我们跟世界先进水平其实差距很远，这个是事实，我们难道要否认吗？所以每天吹得跟真的一样，所以就能够改变真实的状况吗？民进党不要把在国内就是不断的洗脑、自我催眠，然后你的支持者这些青鸟黑熊、绿蟾蜍会相信的东西，拿来希望所有人都相信，也希望国际相信。他们现在在国际上也到处吹啊，台湾是飞鸿供应链啊，我们无人机产业多强多强啊！如果真的这么强，有多少产业要来台湾投资，要来台湾跟你合作？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跟国外买技术？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要碰风的这么厉害。那导致我们现在海龙把它撤回澎湖了，那接下来你的整个战术战略全部都要做调整，而且要因应新时代的调整。无人机、无人艇这些无人载具，在未来的战争中绝对会发挥很大的功用。还有对岸最强的火箭军，他们的相关的火箭都可以，它不需要用导弹，只用火箭可以打到台湾岛。那请问一下，我们对这些的防御是什么？我们对它的调整是什么？我们的因应措施是什么？到目前为止，我看历次演习从来没有演习这个你都没有去想象过，如果他们前几波都用比较廉价的火箭弹，把你的这些相关的节点全部都打垮呢？你的交通都不通了，你的工厂都被毁了，你根本没有东西可以转移了。那请问这时候你怎么办？因为我们不像乌克兰、不像伊朗这种大国，人家纵深很大，我们台湾没有纵深啊，你东西要躲去哪？还是你已经在中央山脉里头挖了很深的洞，像伊朗那样挖了很深的坑，可以埋在地下几十几百公尺？看起来好像也不像有这种工程啊，所以你到底要怎么去应对？我觉得国军真正应该要去研究的是这个东西。那至于说这个徐嘉欣跟沈有忠，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大陆委员会去越南考察，对，这个也很怪啊。还是你是亚洲大陆委员会？只要亚洲大陆你都算，你的定义是这样吗？你大陆委员会理论上来说，你要考察只有一个地方，就是中国大陆。对啊，对啊，或者是香港啊。你不去中国大陆就不叫考察，对，不就是吗？那你去越南，你要执行另外任务，那是不是你单位的任务？我都不知道。你去跟那边的智库联系，请问一下，越南不是共产党国家吗？它是台越中智库交流，这个很奇怪啊，这个我觉得超级奇怪啊。你们不是说不可以跟中国大陆交流吗？这个很奇怪。你去跟共产党国家的智库，然后里头还有中国大陆的人在里头，你做这个交流你干嘛？那你报告还不写清楚，你是不是卖台？这个当然要写清楚啊。好，你说这涉及机密，请问一下，你都已经去那边跟对方接触了，还有什么机密？他不是全知道了吗？这还有什么机密可言？你不是去跟人家开会了吗？这哪有机密？所以你到底在胡扯什么？那徐嘉欣更好笑，他说他这26天的行程很多时候只有他一个人。真的好神秘哦。侨委会、主委会一个人行动，这太神奇了吧？他007啊，他说他坐经济舱嘛，对他自己一个人很低调坐经济舱，一飞了26天。你到底去干嘛？你去南极吧？我们南极有侨胞子，我们是还是在北极什么洞头有秘密基地？你到底在讲什么？我都听不懂，胡说八道什么东西？我跟你讲，徐嘉欣从以前到现在就是同一招啦。每一次被问到没有办法回答的时候，就是用这一招 get 小灯 Shuki 啊，每次都来这一招。他当场拔麦暴怒过好几次，我自己都亲眼看过。这个人的水准就是这样，但就这样放过他吗？当然不行啊，还是要追根结底。你说不能公布是吧？不能公布，那私底下立法委员还是可以看呢、为什么不能看？对，你要给立法委员看，这还是应该的。那至于小熊猫，我说真的，人家送你个小熊猫，那人家派个人来是怎样？统战。你统什么战？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你直接告诉我你不要小熊猫好不好？你直接这样讲嘛，因为小熊猫送来这个动作就是统战嘛，你认为是这样？因为你们不是一直定义任何跟中国大陆的交流就是统战吗？那你直接告诉我你不要嘛，这样不就好了吗？这样就杜绝一切统战嘛。但问题你们这些孬种不敢啊，我都不知道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对啊，结果这个我们看到蒋万安还去那边跟这个统战的动物在一起。徐嘉欣，你爆气，我才真的爆气了，对不对？这个人民的纳税钱，我是缴税的这个纳税人之一，
所以你拿我的纳税钱这样去出国去吃喝玩乐，完了回来你5张报告。我跟各位观众讲，你知道他总共出国几天？26天，去了7个国家，回来5页报告，你没有任何一个老百姓能够接受嘛？如果说你真的去考察，你就实际上面去考察；如果说你是出国旅游，你就应该用自己钱。我跟你讲，老百姓才暴气了，你暴气什么？你是更小灯熊，不要凡事哈，你干了这些龌龊窝囊的事之后，那你就一招抗中保台，对不对啊？这是这个老共会来看，所以就把你所有遮羞布全部遮住了，你这些底下龌龊肮脏的这种事情，你全部都遮住了。所以我觉得民进党一直都在干这种事情。你只要是让人家抓包哈，你就一句最好的话，抗中保台，然后什么事情你们敢反对我，敢质疑我，你们就是中共同路人，不是这样吗？徐嘉欣，你这次不是这样吗？难怪人家说哦，台湾的政务官就这种水准，你连个报告你都写不出来，你丢不丢脸啊？如果说你好歹你去叫 AI 帮你写都可以完成一篇，大概正式的报告都可以写得出来，你连用 AI 写报告。这个，然后装模作样一下，你都不会，你这边报记什么？但我讲这个海龙蛙兵哈，其实我自己本身底下编配过，我的部队里面有编配过海龙蛙兵，所以不管是在澎湖或金门哈，我都有过，都是我的部队里面，其中有一个不是我建制部队，是编配的部队都有海龙蛙兵。其实海龙蛙兵，我个人觉得说，真的是平安讲，是一个很有传统，也非常。这个很有声誉的一支部队哈，可是它确实是不适合现在台澎防卫作战的需求。我认为该裁就裁了哈，该取消就取消，那不要还保留这个部队，因为任何一个部队你知道一定有它成立的一个目的啊。譬如说伞兵部队为什么要伞兵？因为战时的时候我要空降到敌人深远后方哦，去从事敌后作战。然后这个反恐部队像梁山这个特遣部队，它是遂行反恐作战。所以你依据他的任务，你再给他适当的训练。那原来当初海龙蛙兵是为什么部署在金门或者是马祖的前线？因为那时候是如果说一旦跟大陆来讲要开战的话，我们海龙蛙兵可以第一时间立刻渗透进去，到第一线沿岸去了解敌人的这种兵力部署或者是配置，然后甚至于实施这个所谓的这种攻击的一些特战的一些动作行动先期破坏，以为后续来讲作战开创有利的局面。但现在来讲，我觉得这些工作，如果说水面下的作战，其实上我们已经有陆战队的这种蛙人部队了那我们陆军是不是还要留着这支部队？那你现在是很有名声，我个人来讲很佩服这些海龙蛙兵，我真的非常佩服，因为我自己编配过这种部队，我很了解他们训练的精良可是事实上，对于台湾未来的作战，还需不需要有这种部队，确实很值得我们很认真去思考。那不要为留而留。如果说水面下我们已经有海军陆战队了嘛，那是不是类似工作交给他们？那如果说是要遂行特战任务来讲的话，那是不是由这个譬如说是这个陆军的特战部队空降特战部队来担任类似的任务，实施类似的训练，反而会比较适当。那你说汉光演习，我试问一下，我们如果说两岸之间开战会变成一个像以色列6日战争事显截短，很快就结束，还是会像是这次这个美国攻打伊朗一样，会拖的时间很长，是或者甚至俄乌战争时间变成一种双方的消耗战。如果说会变成一种消耗战，当然我们希望这个将所有的军工必要的生产线。藏在民间之中，那持续能够有相关的产能能够产生。那如果说是事显截短，可能1周就结束的话，那你将这些的生产线移到民间去，是不是多此一举？因为没有任何必要，反而会造成民间的工业它会遭受到打击。我们这次看到俄乌战争所有转移到民间的产业、军工产业链都会受到打击。你认为你转移到民间去以后，民间敌人来讲的话他会不会不管是从空中或无人机的侦察，或者是潜伏在我们这边的谍报人员，他可以知道说你的兵工产业在哪里？你看，所有打仗第一个打的一定是生产线，生产线把你打掉以后，你没有持续战力嘛？那台湾老百姓台湾的这些工厂愿不愿意将这些兵工生产的军工生产移到他的工厂里面，让他蒙受到会被打击的这种风险？其实这必须要跟人家讲清楚。你说不讲清楚，你就把生产线移到给他，万一战
战时一架无人机攻击到他厂房的话，他几乎这血本无归。所以我觉得你要做这个工作之前，是不是要评估一下，要跟这些厂商讲清楚，他必须要承担的风险哦。那不然的话，你冒在身上，那是如果说冒你就去过去，到时候他暂时是被打击、被摧毁，是不道德的事情。不过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包括侨委会跟陆委会出差当然可以，可是如果说这个民意代表问你说，哎，你去了哪里呀？报告我没有看到，你爆气，这个有一点点太过分了吧？哦，那陆委会是有回应的，他说不是3页，3页只是摘要，那是简版的，他们的完整版有33页哦。那可能立法委员要好好的检视一下，到底去干嘛？来请教严老师。我想这个侨委会这个报告啊，我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做教授的，有的时候学生努力写报告写得不好或者是上课很努力，考试考得也不好，但是呢，老师会说就是 B for the grade，A for the effort。那我现在没有看到徐嘉欣的 effort。连 effort 都没有，就是他成绩我不知道因为没什么，但你至少要有努力吧。看起来回来写个报告对他来讲太辛苦了所以他连这个都弃成。他说是机密，不可以泄露给敌国。对不起我觉得呢，你至少应该写出来，然后跟大家讲说我有，但是呢，你们可以私下跟我要。而不能在这个公开来要，至少要讲这些吧。我没有看到他讲这个。那至于沈友忠去越南他讲了说中越台智库合作。我先想问陆委会我现在去大陆偶尔去开会，年轻一代的在学校里头的都不敢去就变成我们退休了兼任的比较没有这个压力。不然他说我们也是要写很多报告，很多人你只要去大陆，第一个要核准。教育部不一定会核准，然后呢，核准之后你回来要写报告，所以搞得大家都很麻烦。你既然要搞智库交流，要不要先放松一下，让我们可以有一些比较更多的交流，正常的交流。那我也觉得很好你去越南了解共产党的这个跟他们对应，以后你跟大陆去对应，或许对你有帮助，这个我不反对。但是你要把我们学者、我们智库里头的跟对岸的互动要更放松一些吧。那至于这个小熊猫或小猫熊，我自己碰到好多很绿的，好喜欢 panda， 好喜欢这种东西，可爱的动物，可爱的动物。但是我必须要讲，民进党这2个都要就是又要吃。又要做的好像我不要受到统战，意思他今天知道这个东西来台湾，在动物园，那不晓得会创造出多少利益，而且他们的支持者小朋友也很爱去看这些东西嘛。你看当年在我们那个就是团团圆圆，团团圆圆的时候那个受欢迎，然后最好玩的是我们当时在做那个就是太阳花运动的时候，在立法院静坐抗中保台这边对抗中国的时候，旁边的中正纪念堂在展览全部的熊猫，不同的熊猫，你也记得，我有看到。哇，那我就就是说，很讽刺对，我就觉得说你们又要可爱的熊猫，但是又要把这些切割，而且我必须要提醒接受熊猫的国家包括美国。包括日本你的好朋友日本，包括德国，他们都是被中国统战了吗？这些国家难道都被统战了吗？你去想一想嘛。对这个说到底就是没有自信嘛。对，某种程度是这样讲。